所以呢，默克尔之后的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大概率是要折腾一段时间。然而，从德国的政治架构来看呢，中德关系的主动权实际上还是掌握在中国的手里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期的话题呢，我们说一说德国的三党联合走阁，中德关系必有波折，但前途看好。默克尔之后啊，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肯定是要折腾一段时间。然而，主动权实际上是掌握在中国的手里。外交或经贸上抓住时机，改善和强化中德关系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。24号啊，德国的社民党、绿党和自民党决定联合走阁，宣告了默克尔时代的终结。在走国的协议中啊，有10多次提到中国，并且提及了新疆、香港和台湾。协议对中国的言辞不太友好，把对华关系设定为在伙伴关系方面与中国形成系统的竞争，并且声称要与中国基于人权合作。那么中德关系会不会面临一些波折呢？从欧洲的历史看，多党联合政府啊，一般都是非常不稳定的，干上一段时间呢，就难以为继，重新走阁，这个是很常见的事情。在这个方面表现最突出的就是意大利。意大利的总理很少能坚持半年的。德国的情况虽然比意大利稳定一些，但是社民党、绿党和自民党联合走阁，总是让人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我们先来看看这几个党都是什么性质。首先看自由民主党。自由民主党的旗帜鲜明地主张经济自由主义，主张小政府大社会，认为全球化是大势所趋。在对华关系上，这个党呢不是太友好，但也不见得会捣乱。社会民主党的名气就非常大了。苏联呢曾经拍摄过不少纪念马克思早期革命活动的电影，其中经常出现社会民主党的人物和活动。严格的说，社会民主党能够建立起来，还是马克思的功劳。19世纪60年代，德国有2个工人政党，分别叫做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。1875年，在马克思的调和下，两党合并，名字还是叫做全德工人联合会，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前身。这一次联合政府的总理就将由社民党人舒尔茨担任。至于绿党啊，恐怕就是联合政府里面最不稳定的因素了。从名义上说，绿党是一个环保主义的政党，主张生态优先、反核，但是在对华政策问题上，绿党的反华态度是最激烈的。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就是在2020年底被德国的绿党为首的政治势力搅黄了。所以啊，德国新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几乎可以肯定会经历一个激烈的动荡期。考虑到中国已经连续5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，政策动荡带来的经济乃至社会的冲击，那都是可想而知的。特别是德国如今依然在遭受着疫情的折磨，反复的封城就没有彻底的遏制疫情的蔓延，反而是在2021年的冬天迎来了新的爆发。德国社会积累的怨气可想而知。因此啊，新政府中的反华势力几乎可以肯定要用中国话题做文章，把民众的注意力转移出去，甚至可能用抵制北京冬奥会的方式来转移国内的焦点。因此我们要有坚决斗争的思想准备。但是我们也无需对中德关系的未来过于悲观，人嘛都是要吃饭的，德国人也一样。既然中国是德国的第1大贸易伙伴，那么靠着中德贸易吃饭的德国人为数不少。2020年呢，双方的货物贸易额达到了2121亿欧元，分摊到每个德国人头上就是2555欧元。特别是德国对华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高端工业品，包括精密机床、零部件、汽车等等。这一类的出口啊，对德国保持高端制造业的竞争力是有战略价值的。绿党就算反华，如果违背了德国产业集团的利益，同样也混不下去。所以呢，默克尔之后的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大概率是要折腾一段时间。然而从德国的政治架构来看呢，中德关系的主动权实际上还是掌握在中国的手里。中国有广阔的市场和强大的购买力，与德国经济之间呢有很好的互补性。中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，在政治上拥有更大的优势。中国领导人呢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，因此呢，
中国在外交和经贸上抓住时机，改善和强化中德关系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。好，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。